好市民5大守护，全家安心有感。健康首选好市民。租屋买房大对决，有家才有安全感。房子也跟黄金一样，它只会慢慢涨。租房子，房东不 OK，怎样不 OK，邻居不 OK， 我永远有个退路。租房的确是会躲开一些不喜欢的人事物。我有被赶出去很多次，我确实也被赶走过。台湾房子 CP 值非常的低，很有钱的话你就到国外买。因为我们住在台湾，我们买在美国。强烈辩论出奥波，蒋伟文激怒王思佳。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嘛，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光鞋长什么样，跟买在哪一区，两边都可以吵架，谁出多少，名字挂谁的，吵不完。不管你租房子或是买房子，都会吵架。它不只是一个屋子，你买这个屋子以后，它其实是一个负载感情、负载回忆的一个容器，它是没有办法抹灭的。也许啊，夫妻都会吵架。不能出这种奥波吧？他真的哽咽啊！他真的哽咽，他不是假的。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好。有人说呢，租屋寄人篱下，没有归属感。那也有人说呢，这买房贷款分期啊，压力苦不堪言。还有，到底婚前该不该买房？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2派完全不同立场的艺人代表，我们来一场辩论大会。不同的价值观的2派人马会引爆什么样的火花？欢迎他们出场。现在我们这边，蒋伟文、吴子龙、徐凯熙，欢迎3位买房代表。再来是租代表贺少霞、董仔、王思佳。王思佳是租屋代表。好，我们的女王团队代表，养生人气部落客小胖颖。小胖颖。Eddie。新生代人气演员阿 Q。欢迎3位。王思佳，你是租屋代表对不对？对，我超级喜欢租房子，因为我觉得在买一个房子之前，你一定要先租，因为你如果没有先知道这个房子住起来，万一邻居怎么样，你很难说。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公众人物，你万一住进去，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不管你尤其是你结婚为前提，大家都知道刚结婚叫做磨合期。如果你跟另外一半有磨合，跟房子还要有磨合，再加上你办婚礼就已经够累，再弄一个房子，怎么装潢，什么风格，这样听起来压力，你这样听起来，我跟你讲，那房子还没住进去，2个人已经快要分手。好，来，等慢着。我怕王思佳开始要影响一下我们的参赛者。太会讲了啦。你们3个是评审团，3个评审团。好，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在待会进入辩论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没钱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有钱。我们现在概念上就是有钱。好，注意哦，还是要租。OK，你没钱当然是租啊，不然呢，对不对？对不对？我先讲个数据好了。来，根据591房屋交易网调查呢，近68%的单身女性在挑选对象的时候，认为结婚前要先买房，这是必要条件。尤其在30岁以上的女性比例更高哦。但另外一方面，根据《天下杂志2024年的报道指出啊，越来越多新世代的夫妻选择租屋婚姻。他们认为买房的压力太大，租房呢它更有弹性，还有生活品质。所以到底结婚有房才有家，还是租屋其实也可以？今天2派人就来说出他们的真心话。好，买房代表蒋伟文。买房为什么好？这个第一个优点，我要讲的是稳定资产的累积啊，稳定资产，稳定这个字是稳定。因为其实我跟思佳一样，我单身的时候就是到处租房子，我觉得租房子真的很好。可是呢，等到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你要从男孩变男人了。你不是要单身的生活，你要成家立业，你要有个根了。然后他这样讲，我当时还没有特别想特别什么想法。可是他劝我一定要买一个房子。我买一栋房子，我才发现，这个房子啊，它给了我一种责任感。我会想要每天都在家里灌溉这个屋子、这个房子。然后呢，我会为这因为我付贷款嘛，我付贷款我就会有某种压力。没错，是买房子会有压力，人生好的东西就是会有压力。没有压力算什么好东西呢？所以买房子它变成什么？它是一种强迫的一种投资，分期付款，一直在投资这个资产。像某种定存。是，它是一种定存，它是一种偿还，而且它是有止境的。你偿还结束以后，它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资产。而且呢，如果是你是租房子的话，它是什么？它是被动的这种损耗。你一直在损耗，一直在损耗，一直在损耗，所以到最后你一无所有。所以我后来我就听懂我父亲的意思，而且为什么父亲讲这句话？因为当时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家其实有2栋房产在仁爱路那边。他当时买的时候，我父亲买的时候才80万到100万，一整户80万。对。可是你们移民的时候就已经80到100万，那时候很高。没有，他们买的时候80万。
跟100万，我们移民的时候已经涨到1000多万了。哇！所以他觉得说，我们既然全家都要移民到美国了，对不对？那这个房产就不要留了，我们就都卖掉。2栋都卖掉，他赚了10倍啊，他觉得很值得啊。等到我们在美国住了12年、15年左右，回来台湾的时候，发现这2栋每一栋房产都已经上亿了，又再翻倍，又上10倍以上。我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呢，常常在晚上自己在那边哭泣，这是我妈跟我讲，值得哭的。所以我当时要成家立业的时候，我爸就语重心长说：“你买了房子就不要卖了，千万不要卖。”好像在1元的时候就买进台积电了。对，房子也跟黄金一样，它只会慢慢涨而已。它可能有跌，可是就会涨；有跌又涨，它一直往上走。所以你有一个房产，会是你一个根，会是个最好的投资，稳定的一个资产。你的那个爸爸的那个原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时代完全改变了啊。那么久以前盖的房子，30年后、40年后要修理的东西一堆，所以其实有价值的东西是土地，可是房子本身那个东西价值其实越来越不好。我觉得刚刚市长可能中文看不太懂，我说是稳定的资产，并不是说会突然之间大。我举我爸爸的例子是说。它是很好的例子，但是现在没错，它只是一个稳定资产。那你讲到说房子会耗损，你租屋也会耗损啊。租屋如果遇到天灾，如果房子耗损了，房东会帮你修吗？也不一定哦。如果房东不帮你修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房子再租？对啊，就如果够不好，我就搬出去就好。对，如果是单身的话，随时搬 OK 的。但是如果你结婚有孩子，你要搬，你要怎么办？小孩子要重新换个学区吗？小孩子重新再交朋友吗？然后你要换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不是说手机滑一滑租房就好，你要搬家把所有东西打包全部都搬个地方，这是非常耗损精力一件事情。你已经在成家立业，你已经在照顾老婆、照顾小孩，你已经在赚钱。你还搞这么多麻烦的事情，连根拔起，通常一个植物连根拔起就会死掉。不会啊，如果你快速运送排这个保温的话，它会做长草跟器官移植一样。对。好，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买房子我要怎么样，可是其实你们真的有研究过租屋市场的话，现在是豪宅出租非常的热门。以前很多人喜欢买豪宅起来在那边放。再好的房子，1个月没有人理它，一定会发霉。这里长这些有的没有，所以这个房子一定要有人住。讲难听点，这些人他缺不缺？他不缺钱。这些房东，我不会降价给你的，我的牌价就在这里。你付得起35万一个人的，他就是会有人来。所以说，在这样的市场底下，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政府现在要打房？因为这个房价已经太高了。高到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高点，它要么就下来一点，会买的人就是那一群人，有钱人他就继续在买。没有钱，他永远在观望，他就在看。那你今天这个主题是我有钱，我要不要买房？在我买跟租之前，我一定会先租。如果买叫终极目标，我一定会先选择租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钱要花在对的地方。我买房是一个大投资，几千万、几亿下去。像你讲的，你说搬家很累，那你住进去之后3个月之后发现，哇，晚上好吵哦。那你是不是得要搬？你已经买了，你装潢都下去了，你已经花了这个心思之后，你不会撤，就像你爱了一个男人，你生命都给他，7年都给他，你不会想换的，你只会跟他耗。耗下去的时候，耗损的人是谁？是你自己。你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让自己这个麻烦住进去，然后你每天跟他对看，你以为我会走吗？我不会走。你跟他耗干嘛呢？钱是你的，你跟你自己钱过不去，不可能的。像我租房子，房东不 OK， 怎样不 OK， 邻居不 OK， 我永远有个退路。老娘可以闪。台北还有一个很大的，你刚刚讲那个整修什么的，我去年我那个邻居，他屋顶漏水，所以他的那个天花板是一些油漆什么破烂的，然后每次下大雨。然后我房子会漏水，很严重，也会，因为那个就同一个墙壁啊，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不是我房东的责任。所以我再怎么花钱都没办法修理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威胁这个邻居说我要报记者。如果我自己买了个房子，那个邻居都永远不想碰这个问题的话，完蛋了，我的房子的价值越来越低。我觉得面包还是很可惜，没有提供出我刚刚讲一个重点，房租是一辈子的耗损，然后到最后就2头空。好，如果你要讲耗损这件事，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不是全额买，你是跟银行贷款的话。
你没有把这个贷款缴，这个房子其实不是你的耶，是银行的耶。对，但是对于我而言是这样子的。转让，你可以买卖，你可以租出去，你可以转让跟你看，那你要看你的资产，它是可以这样运用。没有，那你要看你的贷款是用哪一种。如果你是有一种是前面几年是不可以转的，你那个就会非常的麻烦。你5年内不能转，你5年内你要缴清这些东西，你要想办法去让你的生活可以在这5年。有些人是不吃不喝，想办法都去把这些东西缴完。我讲难听的，你房租1个月没缴，2个月没有缴，或你迟缴一些不会怎么样。你可以跟银行这样讲吗？不好意思，这个月贷款可以晚个5天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知道，你可以跟房东讲说，我少缴一点点，或者我不会跟房东讲说我少缴，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有弹性的，它不会让你的信用出问题。没有，因为我觉得信用这也是一体两面啊。比如说你在办理一些信用卡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用你的房产来证明你的资产啊。像我本身呢，我觉得房产好的地方是它可以自住兼投资嘛。那你如果是租，你每个月缴10万，可是这东西也不会变成你的啊，你永远是在帮别人缴付这个资产。但我认为房子，除非你是战争，但基本上它是保值的，就它不会因为比如说川普的关税之前股票跌得非常惨嘛，但是我们有房的人不会因为说因为全球经济变动，我房子突然下跌，就是它是比较保值。那就像我前几年就是买了一间房子，那我就是有看中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有发展的地方，那我买的时候是40万，现在就直接涨到60几。那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笔赚钱的方式啊，就是我是站在理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们该换边了，补得非常好，要不然我刚听起来我觉得这边有点弱。我想要等他们讲完。有一个王思佳真的炮火太强烈了，知道吧？我觉得你这里买房子都该死了，你这些人。Hello， 我只是讲的话，我讲话没那么难听。对不起，我的文字可能不太恰当啊。你觉得买房子 OK？ 没有这样，没有。不是，并不是对立啦。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出国的时候都会花几万块去住一个晚上的好房子，你怎么就不觉得它是浪费？因为你贪图的是一个生活经验，那如果用这样的钱可以让你住到比较好的房子、比较好的社区、比较好的邻居，为什么不要？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把房子卖掉，我要。你懂那个意思吗？好，柯少侠这边说明一下，你是第一回合的另外一边，租房代表。像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嘛，我觉得以前的。我们的长辈都觉得该买房子是很合理。那现在变数那么多，难怪。然后少子化什么的，你根本不知道你5年后还会在台北吗？还是要到国外工作？然后你如果压很多钱，30年在同一个房子，你就会觉得那我现在要换地方，我要想这个房子谁会帮我照顾？我要怎么付那个贷款什么的？那是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个弹性。然后如果结婚的话，也要想 OK，有问题的话怎么办？如果离婚的话，那你要吵那个房子是谁的什么？分财产。对。然后你刚刚说那孩子搬家什么，我觉得还好，因为要看孩子几岁。如果孩子还没有上学的话，搬家很容易啊，因为他们3岁，现在要换新的朋友也不会怎么样，就说实在啦。然后我觉得小学毕业也本来就要换学校，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存钱，我不买房子，我可以买股票、比特币什么的，然后我到哪里都可以投资这些东西，我不依赖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讲说，你买了一个房子，你付了房贷20年，可是你没办法保证20年后你还是喜欢这间房子。有些东西，有些房子，像我之前住过的房子，我再回头想，我也没那么喜欢了。你知道，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程，20年是一个蛮长的时间，这个房子要可以维持20年都是这个症状。对，你要想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可怕的。就像你20、30年还要跟同一个人在一起，难道你是吗？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你旁边这个已经换不了，不可能连这一间还不能换吧？你知道那有多绝望？那有多绝望？你在讲跟我们的男人不能换妻子，所以换车子。男生就是这样子想的啊，我就没有这样想啊。那是你比较特别，所以你就换房子啦。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这么受限。如果要买房子的话，我也不反对，只是要挑地方。那对不起，台湾房子 CP 值非常的低，因为你们想想看，这边好1000万，在台北买不到好的房子，对，买破烂烂40年以前盖的都发霉了，然后墙壁都快不行掉。那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存钱买比特币股票？你很有钱的话，你就到国外买就好了。可是我们住在台湾啊，我们买在美国。就在台湾用租的，那我如果要买的话，我就花钱买国外买房子。我是觉得租房派的，
尤其贺少侠，我觉得他是以一个比较单身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他讲那个资金运用啊，我讲一个实例好了。我父亲不叫我买房子吗？我结婚以后就买了第一栋房子。我买了第一栋房子以后，我发现因为我要生小孩嘛，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好吧，那资金运用是不是可以很那个激动呢？可以灵活。这个房子可以贷款，这个房子还可以卖掉。我因为有这第一栋房子，我就有资金买第二栋更大的房子，让我的小孩住得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资金的运用上，有房子反而是非常的灵活的一个资金运用。来，吴子龙，你对于那个贺少侠好像有很多不满。就是贺少侠讲的大部分的问题是一开始会面对的，后面就是那个问题越来越不是问题。比如说你会卡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我之前买房子之前呢，我也是偏租房派，因为我觉得我是怕高单价，我怕压力，我怕失去生活品质。但是我现在买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前面需要辛苦一点点，后面那个回馈是很大的。先苦后甘。对，先苦后甘。对啊，我换了好多房东，没有一个是不好的，每一个房东都很棒。我还是我有被赶出去很多次。但房东把房子卖掉啊。对啊，我小孩2岁啊，我2岁这样，有时候你要搬出去啊，你不是说我可以一直住吗？对啊，因为房东说你要住多久，你要抱着孩子跟房东求情吗？孩子才2岁。这个求情算什么？房东听我讲。你这个是跪求。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会有。我们这边是台湾，台湾就还是比较会保护。跟外国人讲，我们这边是台湾，我跟你讲，台湾，我们这边是台湾人。好，第一阶段，买房派认为稳定资产累积是蒋伟文说的，然后这边呢，贺少侠认为资金运用可以更弹性。第一阶段他们说的，还包括他们的助学员也说了一些话。OK， 你听完之后觉得谁讲的比较有道理？准备，结印举牌，买房还是租屋？哇，全部！我自己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5年前我们家是租屋，然后也是像刚刚思佳姐说，我们算是租半豪宅，就是我们大概租7、8万块，然后是租在新庄40-50平，住在新庄100平，有100平，对，可是。我们也是租了5年，3年后我们被赶出来，也是房东要卖房，被赶出来。对，然后我们就租在同一个社区的另外一栋，同样是100平，可它的租金就变成了8万5，它会涨。对，从7万变成8万5，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假设推回去看5年前那时候房价1平是40万，只是5年后变成60万，如果当初我是用买的。那现在其实我是赚的，为什么我当初不用买，而是用租的呢？我刚突然想到，我确实也被赶走过，然后我真的是差点跪下来的那一种，就是我回到那个有点 PTSD， 对我觉得那好可怕，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好像没办法控制的，因为我们那个前房东人超级好，也很照顾我们，然后最后就突然说他要卖房了，我们后来搬走了嘛。然后因为有一些原因要回去拿我们的包裹或什么的，管理员就跟我们说，其实他没有卖，他是我们搬出去1个礼拜他就租走了，就他还是得租，他是因为他要涨房租，但我觉得这个逻辑，你可直接换一批新的，可是他用骗的，我觉得好尴尬，就是我这个行为好答应你这个价钱，不好意思涨啊。对，但我的意思说，就是我所有事情都是很被动的，连被骗这件事情都是被动的。你被决定了。对，然后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我就觉得对，因为如果有个房子的话，我至少不用搬走。来佩里，我本来也觉得说资金可能会被卡住，但是这边有提到说，其实也是可以把钱贷出来做使用，以及就是增加信用的部分，因为就是不动产嘛，它就是一个证明。对，不过对面真的讲得非常好，我觉得讲得很好，对啊，尤其的王思佳补充的太可怕了，讲得很像我们买了房就想要锁在这边不想出来，要买了房子，有买房子都不想走出去看看。像我们讲冒险感，可能在房看这世界。对啊，那是有这感觉吗？有一种你都跟他讲了，我就哎呦，画地自限的我们，对吗？我都不敢承认我有买房子，你知道吗？我也不敢承认，夸张，显得我们格局很小。那你后来怎么投到这边来？我完全同意他们说的这个部分，而且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被房东赶过。我们前面租的经验也是，房东突然我们房东人也前房东人也很好，他突然抛出了一句他要卖房，因为去年就是卖房的高点嘛。那我在这边生活了4年，住得好好的，住得好好的，然后突然全家要
赶快开始找房子，很紧张，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种感受很难。我们有2个孩子哎，然后整个家要把所有东西都打包，那是大工程，我就不想再被这样决定。租屋就是这点好，买房派却完全不同意。我都是住那种4、5年，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换大房子。假设我今天真的在这里买下来了，我都要被困在这里。就是选择多，我可以到处住，到处走。我住房子20年了，我连1台冷气不想换啊！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像你想要的家的样子。突破盲场了。要把所有东西都打包，那是大工程，我就不想再被这样决定了。好，第2回合，刚第1回合先恭喜啊，买房主这边获胜啊，恭喜！1比0，1比0。第2回合，吴子龙来。可以自己布置你想要的样子。租房没有办法，租房你没有办法，你可以啊，欢迎啊，但是你敢吗？对啊，对，可以啊，房东很欢迎你啊，但是东西都是他的。对啊，我住房子20年了，我连1台冷气不想换啊，我换了以后，我还要把它拆掉吗？我拆掉又装在新的地方，是不是坏掉？有可能，谁保护所有的东西？一个厨房，你可能那个房子是OK 的，但是那个厨房是那种很旧的，真的很不 OK。换一个厨房是不是要20万？差不多。不管你住多久，你有钱，你也不敢花大的钱在一个别人的房子里面，因为你真的没有任何保障。你今天帮他换地板，帮他换墙壁，帮他换所有的东西，他还是可以说你明年你可以走了。对啊，就是把它建立一个家，不只是一个投资，不只是一个钱啊，但这是一个家，不然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像你想要的家的样子，都是以别人的想法为主。我觉得刚刚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会一直说房子是房东的，房子是房东的。可是，在我们租屋的时候，除了它不是实际上你真的握有，但其实我觉得在租屋的同时，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自由度是有的，包括像我之前租房子，我们直接把墙面漆成蓝色的，房东也 OK。但因为我们又把它漆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是一起的，虽然说我不是实际上买的这个人，对。然后像比如说你真的要去布置什么厨房啊，你一定是用你有能力的范围去装修成，或者是软布置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租屋的时候，这些布置也是非常。你说你在这个过程并不觉得有任何委屈或退让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它是无形之中受限，因为你可能你是想要非常好的配备，但因为你受限于你是寄人篱下，对，所以你没办法把它改成，也许是你梦想中，因为你会考虑到说啊，未来假如我没住在这边，我要怎么带走它，或是有些配备它可能就定在那边，那就租你喜欢的样子就好。对，而且我还要再改呢，甚至有换瓦斯，就是找到你要的房子。租的时候说啊，我租这间我还要再改这里，我不会这种，我就会略过。对，因为你今天的立场是要租跟要买有同样的一笔钱。对，我当然是租我梦想中的房子。我觉得这间这个装潢看起来不错，我不用再改了。先东西都有了，先选地段。对，如果你要因为你用很便宜的钱去租一个比较破烂的房子，你当然改地方超多。就像你今天买一间超便宜的房子，你要不要花更多的钱去装修它？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的立场都拿掉。我可以花钱买一个我梦想中的房子，我一样花钱租个我梦想中的房子。这一题已经你说租也可以租到梦想的房子，租也可以租到梦想中的房子，有那种拎包入住呢，有一样家具都不用带的嘞。有。来，让董仔来说说租屋派的哪个优点有过在？地点选择多，好比说像刚刚有讲到 ，OK， 因为像我就是属于结了婚，但我们还没有小孩。那这个地点的话，我不确定。假设我今天真的在这里买下来了，我会不会这3年到5年之间，我都要被困在这里？我如果今天突然接到一个要去外地工作的地方，我是不是就可以好莱坞发展之类的，对不对？汤姆克鲁斯的不可能任务。而且再来是因为我身边真的有那种朋友，他是旅行业者、旅行社的，所以他是有可能长期都在日本的。然后我就很常听他说，我的东西我就是打包，先租小仓库摆着，然后我回台湾的时候，然后他再租另外一个地方，他是可以随时去日本的时候是工作，然后他有在日本买房子，可是他回台湾的时候，他就是租在一个他现在想要这区他就租这区，他想要大安区就租大安区，他想要哪边就租哪边，所以那个地点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像现在南港拉拉破。
这边兴起了，可能就会想说哦，搬去南港那边住看看。对啊，之前信义区，可是这没有，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有遇到房东感，但我的都不是遇到房东感，我的都是住那种4、5年，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换大房子。房东跪下来求你不要走，这样。抱着孩子求，不要走，玉娇老手都看你房子不要你啊，千万别走啊！我们真的恢复到他还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子，对，然后是好房客哎，对，是好房客，然后是因为反而是自己有需求，然后去换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如果大家很愿意去打开一些租屋的东西，你可以上去真的是可以滑一滑，你会发现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因为它可以设定很多的区间，比如说你价格的区间，几房的区间，把你的条件打上去，把你的条件全部都打上去，你每一个打下来都是400多笔，400、500笔的那种，400、500笔，你的需求打完之后还有400、500，还有400、500，所以就是你要想的就是说房子有很多，它也有那种比较老的房子，可能它是公寓大楼。可是它里面整修的很漂亮，你看了就知道。可是你要知道，台湾的地震非常的多，房仲都会跟我讲说，这个房子已经超过20年了，千万不要住。很多人都说投资，想得很长远，为了孩子的将来打算这个房子要留给孩子。可是你连5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都不知道，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当然，在疫情的时候，我有最大的感触，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刚好住的是独栋的别墅。疫情的时候，整栋楼大家人心惶惶，什么酒精要喷，这个电梯不敢按。我那时候都很庆幸说，还好我住的是独栋的就是独栋的别墅，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跟困扰。可是，在那个当下是，我也想买这个房子，可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很不好的邻居，可是我有可能买了之后，他才现行化，其实我会很崩溃，因为我每天回到家我都会遇到他。而且他是盯着我们家的那种，他不用上班，他就是每天一直看着你。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我可以搬走，他不会走。因为他住的比我还要久，所以当你没有先去住过一个房子的时候，你没办法去预想说，我有可能我花了这个钱，我还帮我自己找一个很大的麻烦，再加上你无法想象5年后的国际情势，你的房市跟你的股价都会因为这些东西而受到了影响。你现在会觉得你的房子很有钱，不好意思，那个钱是你看到很有钱，你要卖掉放在口袋里面，那个才是你的钱，跟股票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豪宅买的特定区域的那个客群其实也很小，买来买去都是那一些人，所以就像陈哥的房子，也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这是事实，因为客群是在那，因为你客群，你得起豪宅中的豪宅，它那个区域不得了，富人区，他那一区牌价真的，他那一区牌价就在那里。你说今天真的陈哥要挂牌出售，说这是好，谢谢思佳，谁买得下去？好，谢谢思佳。租房这点不 OK， 买房派稳操胜券。大家都说好邻居很难遇到，但是我觉得好房东其实也没那么好遇。房东突然临时通知我们，就是他2天内就要收回。2天？对，太急了啦。真的。然后我跟他说没有，他就跟我说，我知道你是谁哦。对，太过分了。真的是租房，你就是寄人篱下，你就是要看他脸色的那种。傲气。我们这边结婚买房的优点，装潢布置好自由，它可以尽情的就做成自己的 dream house，这边就是选择多，我可以到处住，方便工作的变化。好，准备，女王团，你认为哪边特别吸引你？请举牌。3比2，哎呦，先听佩里，就是针对避难这一种类型的时候呢，租房的确是会可以比较迅速的，然后去躲开一些不喜欢的人事物。对，那如果是那个布置成喜欢的样子，其实就是进去 IKEA 绕一圈出拿就可以。对，所以我觉得吸引我的应该会是避难这一块。什么？你怎么说？也是，我也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租过嘛。他现在正在装潢。对，然后我因为现在是自己的房子，然后正在装潢，所以我很愿意花钱在这个房子上面，一些厨具，一些基础工程。他这7、8年攒的都在那个房子里面。真的，我真的真的好舒服，看起来。最近都不太推工作，因为我需要钱。难怪你这么怕我找代班哦。对，我不
成失去这个节目。买房，他被那个感动了，因为他现在正在装潢，对，他正在，所以他知道这个很重要，他很懂。但是他刚才说那个万一战乱，万一干嘛什么的，万一什么，没关系，就让我死在我买的房子里。你们说可以，我觉得可以，要死在自己房子里面，没错，在自己所有物里。对，万一被房东赶走。尽量聊一些正面的。你躺在里面，房东还把你赶走。租屋的朋友，对我觉得刚刚提到疫情，就真的是很难讲，就是谁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就那个状况太难说了，未来很难讲。我觉得还是珍惜眼前，就喜欢的就去做。而且我觉得现在装潢这件事情，其实软装可以做到好多事情，你不喜欢真的可以就换就好。而且租别墅可能跟买别墅差别还是很大。但你租别墅，你就是至少你住在别墅里面还是很爽。我刚刚大概被感动的是那个整个的环境变化上面，就是我们到了国外去，我曾经怎么样？我这样讲好了啦，你想买在哪里？我本来想买在我最早在40岁那一年生日，我许下一个宏愿，我在我最喜欢的城市、国家城市，都要买一个房子。哇！不然我想的很美，我会被打醒。为什么？他说你买那个房子随便都要300-500万以上。300-500万对你来说又还好。先冷静。你成熟一点好不好？问题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方，我到了巴厘岛之后，我要租一个 villa 一天大概800到1000美金，一天。我们平均就1000好了，一天3万，2-3万。你住10天30万，对呀，10天30万，我干嘛要花500万？我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把买房子念头打消的。好，现在目前战成平手，1-1。第3回合来了，重磅出击。我们王思佳来了，凯西要来了。买房派的认为这个优点怎么赞？什么优点？不用看人脸，这前面都提到过了。那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董仔刚刚有说，如果你刚好遇到要出国的话，你的房子就是你可以随便更换。那当时就是我租的这个房子，有一天我突然呢要去外地工作，那我没办法继续租这个房子嘛，因为我会觉得说，那我不想要，就直接把这个房子退掉，那就变成说我要去支付这个违约金。那今天如果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买的，我还反而可以租出去。然后减轻我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点，我会觉得说，如果是买房的话，其实它是有更多优点存在。对，然后再来我要提到，就是大家前面都有讲到，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嘛，因为大家都说好邻居很难遇到，但是我觉得好房东其实也没那么好遇。像我自己遇到的房东，真的就是没有到那么好。首先就是我之前租过一间房子，它也是房东突然临时通知我们，就是他2天内就要收回。2天？对，太急了啦，这样有违法吗？这可以这样子吗？是不行的，这不合理的，因为他就跟我说他很紧急这样，所以我变成是我跟我室友，我们是在2天就2-3天内打包连夜搬，对，这是逃难。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我等于生活是突然发生一个超大的巨变这样子，对，所以然后再来呢，我还有遇到也有房东，就是他可能是。当然，你租屋你就要变成非常谨慎，因为你可能入住前你就是要 check 它每一个家具的状况。对。但当时我年纪很小，所以我并没有出去每一个都拍照。当时呢，它的这个马桶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它马桶盖是有点斑驳的状态，加上那个屋子有点潮湿，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浴缸住久了之后，它全部都是有点对，有点发霉啊，对，就是不太好的状态这样。那我当时要退租的时候呢，他就跑来检查就说。这个马桶我当初租你的时候不是这样，但其实我知道他租我的时候就是长这样。你把你原本定金、押金都赔进去，赔掉。然后我跟他说没有，他就跟我说。我知道你是谁对，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不赔的话，我就去网络爆料了。那我当然身为公众人，我会觉得付钱了事就好，我不想要再花钱消灾了，是吧？对，坏人呢，所以我觉得太过分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租房，你就是寄人篱下，你就是要看他脸色，然后你会没有一个归属感。然后另外前面有提到，我觉得买房也是一个责任感问题，就是我今天买这间房子，我会对我自己会有点压力。我觉得生活上是要有点压力，让你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呢有一个负担，那我可能必须要激励自己更去努力赚钱或者什么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点，想到了，强烈辩论trouble，蒋伟文激怒王思佳。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嘛，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光鞋长什么样，跟买在哪一区，两边都可以吵架，谁出多少，名字挂谁的，吵不完。不管你租房子或是买房子，都可以吵架。它不只是一个屋子，你买这个屋子以后，它其实是一个负载
感情负载回忆的一个容器，它是没有办法抹灭的。也许啊，夫妻都会吵架。哎，不能出这种傲波吧？他真的哽咽啊！他哽咽，他不是假的。想到了，就是结婚后呢，至少如果我是自己持有房产的话，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当成避风港，一个后盾。如果你今天跟你老公吵架，你如果没有一个家，你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对面会说可以住饭店啊。对啊，私家就会去住饭店，住饭店直接出国，住可以住到一辈子吗？对啊，住到不吵架为止。住一阵子啦。一辈子没有，住一阵子有。我可以补充一个吗？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房子，比如说你住一个房子，你觉得你住的那个价钱是很 OK 的，你喜欢，然后反而你买的那个房子的价钱，你觉得太高。可是，在台湾这几年一直以来，不只是房价一直涨啊，房租也很贵，房租也会涨。你今天可以租这个房子，你5年以后不见得可以住这个房子，你可能不接受。我一开始住淡水，10几年前。一个很漂亮的套房，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啊，外面有什么便利商店啊，8000块，好便宜哦，便宜，对啊，超便宜。我那个时候如果我要买的话，我猜应该是房贷可能是2万5吧，对。那我现在我要租同一个地方，是不是也要2万多？不只要看一下脸色，还要看人家租金不断的在提高，这样你也没办法阻止这个事情。OK。他们说的是事实，没有错。他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他准备好，我好 ready 哦。好 ready 吗？那我们就直接 ready 来。来，王老师他直接反驳。好，应该是讲说，因为我们这一题的主轴是，如果是夫妻要结婚的话，那买房还是租房好？对，主题其实是这个样子。是。其实你可以减少很多夫妻的冲突。其实我刚前面就有先说过了。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风格的设计到婚礼的这个排场，大家可能都会有各自的意思。买一个房子更一样。有这样子。女方家庭喜欢，男方家庭喜欢的。就可以吵架。光写长什么样，跟买在哪一区，两边都可以吵架。谁出多少，名字挂谁的，吵不完。那对我先生来讲，租房就像住饭店一样，因为他到处是飞来飞去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回来的时候像住一个饭店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家具，因为我原本是1个人自己住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住进去了之后，我真心的发现光是生活习惯的磨合，包含你住进来，你喜不喜欢这个家具，你要不要换房东的东西，你都会有一个争吵的空间。比如说，我想要再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如果你是买的，你已经这个头洗下去了，不可能说买就买，不可能说买就买，而且还要2个人都同意，因为如果2方都有出钱，也要2个人都同意，2个人都喜欢。我朋友就是这样，2夫妻为了买房子，每个月都在吵架。你今天为什么水果多买了一点？说好这个月的房贷2个人要平分出，你把那个钱花掉了，该怎么办？每天回到这个自己买的房子里面，都在吵这些问题。天哪，好不值得哦！我们2个就，我跟我先生去他们家做客，听他们2个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2个对看一眼，还好没买。我们2个就是这种心态。你的意思说，我租房子等于是利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除了看房子之外，也看我跟这个老公。没错，因为你的标题是。结婚要不要买房？对，我们就扣这件事情。结婚不是你1个人的事情嘛，你还有另外1个人。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要不要买房，我有钱，我王思佳要不要买房，那是一回事哦。但如果我是跟着另外1个人一起，那我买房是他要不要帮我一起负担，这件事我要考虑进去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时候，买房当然会被我放在后头啊。我要先跟我先生住在这个区域，这附近的 Uber Eats 是不是他喜欢的？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要不要换？这个是很生活的，这个是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如果你刚刚连装潢都要考虑进去，我这个要不要考虑进去？是要的，只是你要想那么细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真实在租跟买中间非常徘徊的人。因为我有朋友买了房子之后不能出国旅游，他每天在那边存钱呢。工作稍微少一点点，完蛋了，下个月房贷缴不出来了。他脸上没有笑容，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你懂吗？我今年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不是，我没有攻击你，我只是说，因为我真的看过。很多人因为要证明他有能力去买了这个房子，可是他真的让他自己困住，不是那么开心。但是我提供另外一点，我觉得我永远都记得，我跟我老婆结婚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们第一天进去那个新房子，我跟我老婆对看，我们突然觉得说，从今天起，我们俩就相依为命，就在这个家我们有自己的根。然后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哇。
它是没有办法抹灭的。也许啊，夫妻都会吵架，施家那个论点会让我觉得它是放大一种恐惧感。不管你租房子或是买房子，都会吵架。看你要怎么去在这个你有的这个屋子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屋子，你买这个屋子以后，它其实是一个负载感情、负载回忆的一个容器。我很同意，就是结婚前可以租房子，你可以去尝试说你们同居生活，但因为租房子就是你不喜欢你可以换，那我觉得同样有可能你会延伸说，我跟你相处我不喜欢，那我就搬走，我就换掉。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讲说，以前的人东西坏掉我们会去修，现代人东西坏掉我们会直接丢掉，就变成说今天你们在一个2个人有归属感的地方，你反而会更想要去。比如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更想去解决，更想去磨合，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租房子 ，OK， 我们吵架，好，那我们就搬走啊，反正这个地方也不是我们的啊，那我就去搬，我们就各自纷飞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讲这个不是说我要去吓大家，可是我觉得我讲的是某部分的大实话。你说你要遇到像伟文哥这样负责任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像凯西这样有稳定的工作，他当然可以去想要得到他想要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一对新婚夫妻在刚开始对另外一半跟彼此生活有很多的问号的时候，我觉得共同拥有一个房，就像他们突然间有了一个孩子一样。它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冲突，所以我觉得为了彼此的美好的将来，跟甚至有些人其实像离婚率那么高，如果你没有买房子，离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好方便。但如果你有了房子，有了孩子，就没那么单纯，没有那么单纯。你说当然想挽回，谁会不想挽回？可是当然你走到最后，凡事都想要最坏的打算。所以我觉得我以这样的观点，一个退路跟一个最坏的打算，我会把它往这个方向，就会觉得至少在租屋的时候，我不用这么痛苦。他是一个很有危机意识的人，其实他并没有想说他有钱绝对不买，是的，他会先缘分到了他会买的，他会认为他想先租，租完之后呢，我们人也对了，我们喜欢的房子风格也有了，是的，我们各方面都契合了，好好买一个房子，我们好好整啊，我们住呢。对，买房的人有长远打算，他有一个目标。他是有想法和概念，那他们的想法是比较实际，接近现实的要求。一种住房各自表述的结果，买房还是租屋？最后这一关，徐凯熙他的刚是不用看人脸色，施家这边的是减少夫妻的冲突，相处更融洽。你觉得喜欢谁的说法？准备，请举牌。租屋买房谁有理？女王团有话要说。买房不会造成夫妻的吵架，因为其实吵架真的是百百种事情都可以吵。这10年回忆过都同一个地方，好无聊哦，好多房子。你今天如果不做演员，你会做流动摊贩的。准备，请举牌。你们交换了？我们交换了？怎么会？你不是在装潢吗？我在装潢啊。你且稍待，我们都最后说啊。来，小胖你先来。我认同那个伟文哥跟他讲的，就是我觉得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反而觉得买房不会造成夫妻的吵架。因为其实吵架真的是百百种事情都可以吵，可是当你买了房，2个人在这个家，这是我们的房子。今天你遇到吵架问题了，的确，你如果今天真的遇到问题，你要说离婚，房子可能没有那么好处理。可是生孩子，孩子塞不回去，房子你可以卖掉啊。他是从头到尾坚持买房，他没有改过，你知道吗？就我们俩换来换去的。对啊，你看我们俩，他从头没改过，意志不坚定。来，你改成要租的了。对，因为我也认同安全感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无聊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就是因为刚伟文哥说那个他跟他老婆开始买房子之后，就开始建立那个回忆。我就在想，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10年，我们这10年也搬了很多房子。我在想我的回忆好有趣哦，因为好多地方哦，好多房子。我想说哇，这10年回忆过都同一个地方，住过好多地方，无聊哦。你好怕跟你的女朋友回忆只有一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无聊太那无聊真的太没有安全感了。你今天如果不做演员，你会做流动摊贩的。我会继续做演员的，热爱。好，给你。因为我觉得就是伟文哥跟那个凯西讲的实在太感人了，就是他们就是不是用水泥去灌，是用爱去灌溉那个房子。对啊，那最后的眼泪公式真的对，差点哽咽。对啊，不行出这种奥博嘛，眼泪公式。
对啊，你刚才那个真的是哽咽啊，突然哽咽起来，我有听我想到那栋房子，这是拥载了我所有的回忆。我刚以为你是气管不舒服，真的哽咽啊，他不是打痰，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好，你被感动了以后，对，所以就动之以情，就觉得好像买房子好像会让感情更好，听起来。好，我以为你会一直就买下去，没想到你后面租了。我最后我选择还是会买房，但是我觉得回到思佳刚的论述，今天的题目就是说结婚的时候买房。的确，他说的完全没错。结婚的当下不会结婚本身哦，他的恐惧感在心理学上就是跟死亡是一样大的恐惧，那个焦虑感，这是心理学家说的。所以你在结婚当下已经要适应两个人生活的这个磨合期，同时又要面对买房的压力的时候，的确，那就是多一个极大的变数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不是不买房，是什么时候买。那今天的题目既然说是结婚的时候买房，那我就觉得，那先租好了。我觉得压力来自于对自我的期许，压力也会让人觉得必须积极进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父母在，人生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那种归属感，我觉得是我向往的。我把一个地方经营规划成那样，那是我们感情的累积所在。所以找到一个你和老婆之间共同喜欢那个地方，你们夫妻两个选择它，我觉得真的蛮爽。有一个自己的生根落户的地方。今天买房派险胜，今天他们很强。我们今天完全就是价值观跟人生观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各选择的立场，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可以重新评估，透过今天大家的分享，对不对？房子顶多解决现实的一种安全感，可是它没有办法保证关系的稳定感。的确，美国有个心理权威，他呢曾经说过，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什么建筑物啦、财产啦或条件，而是对方的那句“我永远都在”。I'll be there。双语，好了，你都赢了啦，不用哭了。我这是胜利的眼泪，你不懂吗？其实刚陈哥说的话说穿了，买不买房子考验的不一定是买不买得起。对，幸福不是看有没有自己的房子了，而是你愿不愿意彼此携手，共同建构一个家。我相信都希望能够找到最适合你们自己的答案。OK， 好不好？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思佳，谢谢思佳，谢谢，谢谢大家。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